1500万年，没人见过光的水，第一个碰到它的不是人，是一根钻头。1989年苏联开钻，2012年钻到3769.3米，钻头碰到水，然后水反推了30米上来。14年了，没人能说清他们取到的是湖里的水，还是手套上的东西。等等等等，不是湖里有没有菌的问题，是我们手套脏不脏的问题。对，你刚才那句话就是这一期的核心，危险不是湖，是钻孔。那4公里高的钻孔里，整整一柱堆了60吨煤油60吨煤油，防止钻孔坍塌的钻井液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本来是想取湖里的水，结果水还没碰到，钻头上面已经堆了60吨可能污染样本的化学液体。这不就是开盲盒之前先把手伸进河里一次？完全是。而那只手沾着60吨油，你以为这是22年钻探的科学胜利，其实它是一场到今天14年还没结案的证据切片。我得把时间线给你捋一下，不然后面的争议你听不懂。他们一开始根本不是奔着湖去的。50年代建站的时候，没人知道下面有水，那个站叫沃斯托克，就在南极冰盖最后的那一块地方。他们最早只是想钻冰心，看几十万年前封在气泡里的古空气，每往下钻一段，就拿一段回去锁在冷库里。1983年，沃斯托克站记录到零下89.2度，即当时人类在地球上测的最低温度。这个温度听起来很科幻，但你换个角度想，他们就在这种环境里，一年又一年的钻，一根钻头，慢慢往下咬。1989年启动第2期钻孔，代号 5G， 那是他们这一辈人的工程。5G 不是手机信号吗？那是俄方钻孔编号，跟通信完全没关系。1989年开始钻这个 5G 孔的时候，苏联还在。等钻的差不多了，苏联已经不在了。1996年，英国和俄罗斯一起用雷达探测，在沃斯托克站下面4公里的冰盖底，发现了一个跟北美安大洛湖差不多大的液态水湖。真的吗？1500万年没见过光，一直被几公里厚的冰盖封在底下，然后他们才慌了，因为那段已经钻了快3000米的孔里，堆着整整60吨煤油。60吨煤油先到了，雷达图后到，完全是这个顺序。国际科联1998年让他们停，距离湖面剩130米。俄方停了5年，2003年重新开始，换了一种特殊微油钻头收尾。当时整个南宁讨约里50多国牙家都在盯着，所以俄方设计了一个很巧的方案：钻头一感觉到水就马上拔出来，让湖水自己往上顶，因为湖里的压力大，水会自动往上推。反推上来的水在零下好几十度的钻孔里，几个小时就冻住了，变成一个冰塞，这样钻井液就被堵在上面，理论上漏不下去了。听起来挺聪明的。听起来挺聪明的，但你想钻头拔出来那一刻，水反推30米上来，免不了会跟钻头本身跟钻孔下端的钻井液混在一起，所以那一刻他们拿到的不是原始的湖水，是湖水经过钻孔之后留下的一片冰。这就已经不是原汤了。对，而且事情还要更复杂。那一年是2012年2月5号触水，但他们没有立刻钻进冰塞取样，即天气、基石、安全什么的不允许，所以那一柱反推上来的水在钻孔里头冻了整整1年。这1年里，冰塞还在慢慢往上涨，一直到2013年1月10号，差不多过了11个月，团队再回到现场，钻进那个冰塞，从3406米深的地方取出了一段2米长的透明湖冰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没回到最初那处真正触水点，是钻进上面冻好的冰里取样。对，取到的不是湖水本身，而是在冻住的湖冰。那一节2米的冰，就是从下面这座1500万年的湖里出来的水冻成的。1500万年的水，第一次被装进了人类的玻璃管。对，他们把这2米冰运回俄罗斯，送到圣彼得堡核物理研究所，一个叫 Sergei 布拉的研究员接手。布拉做了一件事，查那段冰里有没有细菌，有的话是什么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在2003年3月公开宣布，他在那段冰里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细菌，编号 WU123 这个细菌的 DNA 跟人类木丸菌支的所有细菌对比，相似度低于86倍。低于86%是什么概念？这么说，细菌之间同一个属的相似度一般都在9/10以上，90以下就是不同属，低于6/80已经低到无法归入任何已知分类框架。布拉自己说的就是没法归类，没点定性。也就是说，他宣布找到了一个新生命。全世界媒体那天就炸了，有些标题几乎写成了1500万年冰下湖发现外星生命，媒体最喜欢的组合。可是他可能发现了一个新生命，也可能只是发现了自己钻头上的东西。对，你又一次把整件事压成了一句话。
而且这件事真正炸的不是这条新闻。消息公开没几天，同一个研究所、同一栋楼，马上出现了第二个声音。这个声音很硬，一个同所遗产实验室主任兼长制走向公开说，那不是新生命。不是，对，他说那更像污染，而且不是拍脑袋，理由非常直接。他说那个细菌就是万用物，来自钻孔的煤油，来自实验室，来自工程人员身上。两个人不是同一个所的同事吗？同一栋楼，办公室隔几间。一个开发布会说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细菌，另一个对着记者说那都是污染。这俩人开会不会很尴尬吗？先别急，他这么说背后其实有科学理由。早在2007年，同一研究所有为阿列西娜发过一篇医学论文，分析的是沃斯托克钻孔液体样本里的细菌。论文里写得很具体，在3400米和3600米深的钻井液样本里，发现了一种菌，这种菌能降解煤油里的化学物质。也就是说，还没钻到湖里，钻头沿路就先中了一遍菌。完全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反对者的逻辑是，如果那种细菌能利用煤油生长，那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污染，这就是核心关键。布拉当然不同意，他说他做了对照实验 ，W230跟另一种2007年就在冰盖底部发现的菌大 DNA 相似度高达92%，而那种菌不是钻井液带下去的，跟它在冰盖底部湖水反向封界的那一层本来就存在。布拉用它来反驳简单煤油污染说法。所以两边都有理。都有理。第三方很难再用同一个孔做真正干净的对照，因为这个钻孔已经被污染过一次。那民间说的呢？苏联当年是不是真见过什么不肯讲？这个我也想到了。但你想，1957年苏联建沃斯托克站的时候，全世界连卫星雷达图都没有，1996年才用雷达探测确认下面有湖。也就是说，苏联自己一开始都不知道下面是湖。他们不是奔着外星生物去的，是奔着冰心气候研究去的。而且更重要的一点，提出者和反对者这两个人都没有被晋升，一个凶翻翻论文，一个凶翻翻声明，这反而是这件事里最不像阴谋的部分。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对讲是2013年钻，2014年公开的。美国人也钻过一座冰下湖，在南极另一头，那里的冰只有800米，比沃斯托克薄3公里，所以流程能更干净，这点很重要。美国有个热水钻项目，负责人是2位微波炉学家，他们用的是消毒热水钻，完全没用煤油，样本流程也更干净，就是把水蒸熟了，过滤了，用自线杀过，然后一边钻一边把洞里的水加热，灌进干净，听起来就干净多了。干净多了。钻通之后取了样，发现里面有大约4000种不同的微生物，这个数字2014年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，被全世界普遍接受。等等，同样是冰下湖，美国那个大家就认，这边钻了22年的大家就怀疑，差别只在那60吨煤油。差别就在那60吨煤油，不是数据假，也不是布拉撒谎，是那60吨煤油的存在本身，让任何盐性结果都没办法清白。所以越看美国那座干净湖，就越想重新看俄国这边，但这边回不去了。60吨煤油已经把结果困住了。问题就在这里。一开始我以为这是有没有发现生命的问题，后来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那个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一份完整证据被切成几片的问题。我后来发现，这种事特别像一份证据，一直被切成5片、7片、10片，每个人都看过其中一片，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全部。我自己给它起了个名字，证据切片。这件事就是这样，你看，第一块拼图在提出者手里，那段透明湖冰里新细菌的基因测序；第二块在反对者手里，同所遗产实验室的反推；第三块在那位研究员手里，2007年钻井液里的污染分析；第四块在卢金手里，他是俄方现场操作的总指挥；第五块在国际科联那一层，管的是政治分寸。所以不是没人有证据，是没人敢说自己证据够完整。第6块和第7块在美国团队手里，那座干净对照湖的数据证明没有煤油干扰时会是什么样。7个人，7块冰图，每一块单刀看都成立，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时拥有原始样本、污染对照、完整测序数据和现场钻探记录。没有人看过全部。对，这就是证据切片，不是有人藏了数据，是这数据本来就只能零散的拿到一片，每片都可能是真的，但拼法不唯一。阴谋论喜欢做的是拿一片当全图，
科学最痛苦的是明知道只有一片，还必须承认这一片有价值。你去翻布拉特那篇2016年的论文，看那个细菌的分类标签，写的不是新物种，而是未分类，意思是还不能定。那不就是还没定吗？听起来还没定，但你要意识到，这个未分类标签一打，它就已经被装进了一个标签里。标签上写的是无法分类，但这反而是最厉害的。对，我后来越想越觉得，人类特别擅长的一件事，就是先给未知贴标签。一个未知的东西，一旦被公开，它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未知了，它变成了一份你能去查的档案。档案上写着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想想南极讨约协商会议，50多个论文员每年开会。2016年，俄方交过一份新方案，用绥油代替煤油做钻井业。那份方案到现在，既没批也没否，就是卡在一个待定的状态里。科学没有给出答案，但杠签主控先给了状态。也就是说，把搞不定的事先塞进一个叫晚点再说的抽屉，这事就算已经处理过了。对，这就是给未知一个标签的意思。我前几天看布拉特那篇论文，卡在一个细节上。什么细节？他写这篇论文花了4年，2012年拿到样本，2016年才发出来，整整4年，就为了一个低于6/80相似度，然后被同栋楼的同事一句话给挡回来了。他这辈子有没有可能证明不了？有可能，而且不是因为科学能力不行，是因为他手里只有一片拼图。他知道第2片在别人手里，但他没办法把2片凑到一起。那如果有一天真的把湖钻干净了呢？那个湖就不再是现在这个湖了。你打开它的那一秒，它就已经被改变了。1500万年的孤立，在你取样的那一瞬间结束。所以不管怎么选，都会丢掉一部分真相。这就是未知最狡猾的地方：它不是答案没被找到，它是在被找到的同一秒，碎成了各自不完整的几片。又一份档案，又一份档案。我们能看见一片，但是看不见全部。这件事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觉得那种细菌是真的，点个赞；觉得是煤油污染的，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理由。好的，我会置顶。很多未知最后都不是被发现了，只是慢慢变成了不同人的解释。如果你愿意继续听，记得点订阅。下见。下期见。